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麦士音响，我是小鹿。上次已经跟大家介绍过 JBL 的 Party Box 系列了，这一次就紧接着再介绍 BOSS 的 P1 Pro Plus。这款之前有出过 Pro， 但不是 Pro Plus 的，所以可以理解成是带着升级来回归了。那这里也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BOSS 这个厂牌，它是来自美国的一个顶尖的音响品牌，并且是在业界第一个开发出了主动降噪耳机的。BOSS 兼具了音质、科技还有设计，甚至可以遍布到豪华汽车音响，可见这个牌子的实力是真的很厉害，那可以满足在场许多人的要求。好，一样我们先从外观跟大家介绍到面板部分。那外观上是非常简约迷你的一个吸带式音响，整个体积很小，宽只有24公分左右，高度也只有33公分。前方的 logo 是可以做旋转的，配合你横放、竖放都 OK。有些人可能会很好奇，为什么背后有一个斜角？那这是因为 BOSS 替消费者做了很多贴心的设计，让大家可以有4种不同的摆放方式，实现多种表演发声的表现。第一种是平凡放置，简单来说就是直接放在一个平台上，可以是桌上，适合需要演讲或者是解说的时候使用。那又或是放在后车厢上，可以拿来当做一个小型剧院的音响系统。第二种叫做后倾式放置，竖着并且往后斜放，这样的摆放方式很适合需要离音响比较近的场合，方便举办一些街头的表演，可以让观众更加的凝聚。第三种的话是舞台反听，是打造给单人舞台需要听反听的人，只要将音响横放，并且配合斜角放置，就能听到自己的演奏。最后一种会比较特殊一点，它叫做扬声器支架安装，这时候你就需要用到35毫米的支架，更适合一些大型远距专业的舞台去做考量。以上呢是4种摆放的简单介绍。还要注意一点是 P1 Pro Plus 它是只有提手的，没办法像 JBL 320那样可以拖着走。那因为它其实比较小，然后又不会很重，可以完全轻松的去移动它。接下来我们就讨论一下它的整体面板。音轨部分有3个通道，各自带有混音器，直接调节或是透过 APP 都是可以的。第一轨和第二轨可以拿来连接麦克风或者是乐器，第3轨则是当作主音轨去播放音乐还有伴奏。主音量可以透过第3轨的右上方查看，但其实有点小，那也不是100%。如果你需要一个比较实际的数据，我会建议从 APP 查看。上方第一音轨跟第2音轨的2个插孔都是可以插上麦克风或是乐器的接头，第3插孔则是可以插入 6.3 毫米的音源线，在旁边是 3.5 音源线插孔，在右边就是蓝牙连接键。蓝牙连接的方式就是很基本的长按，然后闪蓝灯之后，用手机去搜寻就可以做连接。再到下面有 USB 孔，它是可以支援充电的。旁边的 Type-C 则是支援直播或者是录音。这边其实有稍微测试过，这个直播录音会比较适合乐器表演的人，因为在电脑上使用软体录之后，发现手机放音乐是收不进去的，等于只有麦克风或者是乐器是会被收音进去的，就不太适合拿来纯唱歌表演。下方还有 Line Out 口，可以连接其他的扩音设备。接下来就是应有的充电孔跟电源线了。提到电池问题，那这颗音响充满电只需要大概 3.5 小时左右，并且可以使用11个小时，提供给大家一个数据参考。紧接着跟大家介绍一下各个旋钮以及 EQ 的操作。点击一次旋钮可以切换到调整高音、低音还有音量，并且透过转动旋钮选择到你喜欢的音色。还有一个特别酷的功能，就是你只要长按这个旋钮大概2到3秒，它就会进入专业模式。在这里你可以调整更多的细化功能，例如麦克风跟乐器可以调节 Tone Match 功能开关，让 Tone Match 去优化你的人声或是乐器的表现。还有像是 Insert 外部效果器，可以选择说要直接使用内建音效，或者是透过外部设备去进行音效处理。还有 Wireless 内建无线接收功能，开启了之后会自动搜寻配对的 BOSS 无线发射器。那关于 BOSS 的无线发射器，我们会在后面做一个介绍。最后就是 Expanders， 开启后会增加声音的动态范围，简单来说会比较适合演讲或者是人声表演。那如果是比较大声的音乐演出，我还是会建议关闭这个功能。最后到音乐轨，能选择的就变成了像是直播模式跟低音均衡器，这些对于那些更专业的音乐创作者们来说，相对的更加重要。这些细微的调整也能够影响正常演出或者是视听的体验，也展现了 BOSS 制作这款音响的一个用心。但是其实还有更加用心的，那就是大家一定有注意到界面左上角这2个小孔是什么。其实你只要用力的把矽胶盖往内压一下，然后拔出，就可以看到一个连接孔。其实它就是刚刚提到的无线发射器的充电座。这个无线发射器是可以加价购买的，价钱是4200台币一颗。
2种接头供你选择，插在乐器或者是麦克风上，你就可以做到无线连接，你就不用再多带一组发射器，然后还可以放在音响里面做充电。那这个发射器的电量是可以透过该音轨的界面右上角查看的。虽然说这个有一点小贵，但确实方便轻松了不少。我觉得还是可以依个人的条件去做选择。讲了这么多关于麦克风部分的东西，不如我就在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个人使用心得。其实比起无线，我会更喜欢插线。不知道是不是心理因素导致我觉得插线比较无延迟。大家如果有点好奇，其实也可以体验看看。然后我觉得它的回音就是 reverb， 其实做得蛮好的，是我喜欢的那种很自然的回音的感觉，拿来唱歌会很柔和。如果你觉得2支麦克风表现不同，你也可以透过 EQ 去做调整，然后让两边更加和谐。无线用起来确实也很方便，但可能比较适合主持演讲这种形式。如果你是乐器演奏或者是唱歌这些，还是插线会比较安心一点。但音质这些主要还是看你的麦克风质量如何。最后也要跟大家稍微带过一下 APP 的名称就叫做 BOSS， 但是要稍微认一下它的图标，是一个斜体的 B， 黑底白字。因为我看搜寻 BOSS 会跑出很多类似的，就是大家注意不要下载错误了。进入之后选择你要连接的装置分类，记得装置这时候也要开机。选择好连接上后，可以进入到 EQ 界面开始做调整。界面上总共有3个音轨，可以分别做调整。Mute 的地方就很特别，你可以选择单音轨去做静音，除了音乐轨不能调整回音，其他部分都是可以做各自调节的。选择到你要的效果，透过圆圈旋钮设定。还要注意一点是，这个旋钮不是旋转调节，而是上下滑动做调节的。一开始我以为是它的侦测很差，后来我抓到这个逻辑之后就顺手了很多。第1和第2音轨左下方这个 Tone Match， 就是刚刚提到的优化声音表现，可以针对乐器和人声去发挥最佳音质。总共有3个阶段可以做更换，但其实我实际使用之后觉得没什么很特别的感受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只是单纯的去测试它，不是拿来演奏，所以可能听起来比较没有那种实际有效的体验。但大家如果对于这个有所要求的话，我还是会建议就是直接去体验一次它，然后再评估，这样你才能更直观的去决定说这款音响是否是适合你的。以上说了这么多，大家都还没有试听过，我们录制了几首歌曲，可以给大家去稍微听看看它的感受是如何。人终究会懒散，会变得不像最初那样。啦啦啦啦啦啦，我都明白呀。可是啊，我也会有期望。因为你也说上你爱我。我们都有过孤独充斥着夜晚的枕头，开始会希望有人懂。好，以上就是我们整个试音的内容。最后跟大家稍微总结一下， BOSS P1 Pro Plus 这款音响售价是26,900元，比起上一代介绍 JBL 120、320，这款会更加适合专业的表演者或者是音乐创作者，在很多细节上都是可以去做设定的，去搭配出最适合的效果。但也不是说 JBL 不好，而是我个人感觉 JBL 会更适合出现在 party 的场合，毕竟它自带灯光效果，还可以玩音效板，这2点的使用性质应该是可以说是不一样的。这点就必须依照消费者的需求去做分类跟购买。整体使用下来，我会觉得这款音响非常专业，不过本身不是这类型的受众群体，可能没办法给予太多的回馈，也不好说这款是贵呢还是便宜呢。有需求的话，大家一定要到实体门市做一个最直观的试听。本次的介绍就到这边，希望大家有接收到详细的资讯，任何疑问也可以在留言提出，或是直接来麦士音响让专人为你做服务。喜欢也别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我是小鹿，我们就下次见，拜拜。